嗨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今天我们来聊一条44到26的通道。这条通道有个很响亮的名称，叫做金牌销售员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很多有这条通道的人，一听到金牌销售员，就会直摇头说：没有，我最不会卖东西了。别着急，今天就让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条通道的意义吧。意志力中心26号闸门连接到直觉中心44号闸门的这条通道呢，我们称为投降的通道，也称为臣服的通道。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我们稍后会再解释。那这条通道呢，它是属于家族人回路，也称为部落回路的通道。家族人回路的通道呢，它的利己主义会比较强一点。这个己呢，并不只是代表他自己本人，包含了他的公司、他的家族，他亲近、他认同的小团体，也就是家己人啦。那而且家族人回路呢，它的优先度是比较前面的。所谓优先度比较前面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即使你可能是一个比较专注自己、比较重开创性、革命性的个体回路比较多的个体人呢，如果你有家族回路，然后呢，你可能遇到跟家己人相关的事物发生的时候，你的家族回路这一条通道的特性会优先展现出来。那有关各个回路群的特色，我们会再做一集来为大家介绍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发现这一条通道呢是直接从意志力中心连接到直觉中心，中间没有经过头脑，也没有经过像剑骨啊、情绪中心这些动力中心，所以我们光是从图面上就看得出来，它是一条捷径。所以这条通道也被称为最爱走捷径、最爱用省力的方式做事情的一条通道。此外呢，这条通道还有个特质，我们称作它也是一条传递讯息的通道。可是我们仔细看图会发现，它并没有经过喉咙中心。那它怎么传递讯息呢？其实这里的讯息指的比较不是他自己个人的点子，或是他的想法等等的，比较多是他搜集来的这些资讯。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传递讯息，可能用很懂得筛选资讯、很懂得说服他人来形容会更为贴切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通道上的2个闸门。意志力中心上面的26号闸门代表的是使命必达的坚决的决心斗志，而直觉中心上面的44号闸门是嗅得危机或是市场脉动机会的能力。那我们将上面所有的特质总结一下：擅长筛选资讯并且说服别人，能花1分力就不花2分力做事，为了利己主义，嗅得机会就使命必达。这不是非常厉害的金牌销售员吗？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，很多人只要一听到金牌销售员就会说不，我真的不懂，我也不会，我不会卖东西，我哪是什么金牌销售员。而且看这些人，其实真的有蛮多人，真的他们身上跟赚钱啊，跟销售真的看起来真的毫无关联。那有关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分成2个方面来讨论。第一，你所想要达到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？我们会用金牌销售员来形容这条通道，主要是因为在现在的工商社会，我们用这样的比较业务型人格的特质来形容，会比较容易理解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条通道的本质来看，这条通道是家族回路里面最具战士特质的一条通道。也就是说，我会为了家族、为了部落、为了家己人的利益，使命必达，充满干劲。我可以很精准的看到危机，我会去做风险控管；我看到机会去争取资源，为了我家己人的生活品质，我希望他们有很好的生活品质。我也会希望让我的小部落
免于陷入危机。你可能不是金牌销售员，但是你可以把这些特质套在你自己的工作领域上，或者是你在维系你的家族啊、亲友的人际关系上，你可能就会明白了。第二，你还没有陷入绝境。有这条通道的人呢，其实往往就是他们会发现自己身上有利己主义这种感觉而感到不悦。尤其我们的传统教育比较崇尚正直、公义、直朴这些美德，所以会很排斥自己展现这种就是好像很想赚钱的这种样子。那可能你有一天发现我的家族要分崩离析了，我的家己人圈圈发生了什么问题，有困难了，那个为部落奋战的那个战士的特质就会显现了。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本来仙气爆棚，感觉就是不问世事的美女偶像，她可能呢遇到了婚变，或是自己的家庭出现了什么危机，她就会转身一变，就变成一个每月业绩上百万的直播主，就突然从仙气满满变成一身铜臭味。可是这个时候他丝毫不在乎，因为他眼中就是要让他的家族、让他的部落、让他的小圈圈免于陷入危机，他这个能力就会爆发了。他个人的面子啊，个人的那些原来在意的那些特质，他都可以不顾。讲到这里，你是否突然明白为什么这条通道叫做投降或是臣服的通道呢？在强风中可以弯下腰的小草才不会被折断，懂得顺应大环境，懂得应变，才能够生存下来，为家族部落的生存争取机会。所以这就是44到26的这条通道最柔软但是也最强韧的力量。好啦，这一集的人类图小学堂就讲到这里咯。你还想要了解哪一条通道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记得点赞、留言、分享还有订阅哦。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